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们来讲进食。如今肥胖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减肥的话题也不再是女性的专属了，而间歇性进食的概念也悄然出现，听上去确实比一味的节食断食要来得更加健康。但是你们敢相信，有人为了减肥坚持进食了整整382天？对的，你没有听错，1年多没有吃东西，最终减掉了125公斤，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减肥了吧？那么他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个史上最极端的减肥案例。这位传奇的男人名叫安格斯·巴比，他来自英格兰。在1965年的时候，安格斯的体重高达207公斤，这也预示着他将面临许多健康问题。而此时的安格斯年仅27岁，身体就这么糟糕。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于是走进了邓迪皇家医院的大学医学系，寻求医生的帮助。最初，医生们认为严重肥胖的患者适合尝试短期进食的方法，既可以减轻一些体重，又不会这么难坚持。所以安格斯开始挑战为期40天的进食计划。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安格斯竟然坚持了下来。看来这次减肥是认真的。安格斯觉得大量的食物侵害了自己的身体，又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风险。他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在经历过40天的进食计划后，安格斯觉得自己不吃东西也不是这么难，于是他决定长期进食。40天已经很危险了，但安格斯还要继续冒险。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但是他这次的目标体重是82公斤，这还差得远呢。他决定再坚持个1年试试。与此同时，医生们很担心，在给他的身体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安格斯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换句话说，只要他能够忍受住饥饿，还可以继续进食。就这样，在接下来的382天里面，安格斯表现得很有毅力。起初他只食用咖啡、茶和矿泉水，医生们怕他坚持不住，于是又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维生素补充剂。这些维生素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保证体内器官的正常运转。再后来，医生们又加入了高剂量的酵母，以维持他的消化系统健康。所以安格斯每天只服用维生素片、酵母和一些0卡路里的饮料。试想一下，咱们正常人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他真的能够坚持这么久吗？据了解，安格斯本来就职于父亲的炸鱼薯条店，但后来店铺倒闭了，所以他在进食期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安格斯适应得很好，他经常去医院做检查或者过夜，定期的血糖测试也方便医生监测他的进展。安格斯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他的身体也开始通过燃烧自身储备的脂肪来获取能量。在第92天的时候，安格斯体内的钾元素偏低，医生们赶紧给他开了钾片。通常情况下，我们从盐中获取钾，但由于安格斯不吃任何食物，所以缺钠缺钾。钾元素是人体中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主要分布在细胞外和细胞内，以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所以医生叮嘱他，进食结束后要在短时间内补充大量的盐分。后来安格斯的血糖又偏低了，这是进食的正常反应，但医生们还是担心，正常情况下在饥饿期间，身体会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器官的衰竭。但神奇的是，安格斯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直到进食的最后1个月里面，安格斯才开始在茶和咖啡当中加入了少量的糖或者牛奶。终于在进食了382天后，安格斯减到了目标体重82公斤。他宣布进食计划正式结束。在采访当中，当被问到还记得正常食物的味道的时候，安格斯坦言自己早就忘记了。恢复正常之后，他的第一顿早饭就吃了一个煮鸡蛋、1片面包和少量的黄油，这与自己最初的食量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但是现在安格斯已经觉得很饱很满足了。后来他还和自己的一条旧裤子合影，样子很是滑稽。除此之外，减肥成功后的安格斯结婚生子，还拥有了2个健康的儿子。他觉得自己好像重活了一次。在1971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安格斯的382天进食被认为是最长的记录。然而刚刚过去了2年，也就是1973年，一个名叫丹尼斯·盖勒·古德温的人竟然绝食了385天。他是个强奸犯，只不过他绝食是为了抗议自己被指控强奸，还被关押在维克菲尔德监狱里面。不过在此期间，丹尼斯被狱警强制喂食。根据吉尼斯官方称，截止2016年，安格斯仍然保持着不吃固体食物时间最长的进食记录，但由于担心这种极端行为会效仿，吉尼斯不再正式认可与进食有关的任何记录了。可能有些小伙伴和真正想的一样，在这种极端进食之下，恐怕也不能正常排便了吧？而且这么不健康的减肥方式，后续难道不会反弹的吗？那么说到排便，恐怕真相会让你大吃一惊。据说安格斯至少要隔37天才去一次厕所，最长一次隔了48天。但是他的排泄器官一切都很正常。关于反弹的话，进食结束后，安格斯也并没有刻意减肥，但体重起伏并不大。直到1990年9月7日，安格斯去世，他才增重了7公斤。
当然，安格斯去世时才51岁，这让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他的死并不是自然问题，而是因为过度减肥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然而，关于进食，真正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在20世纪初，美国有个名叫琳达·哈扎德的医生，竟然饿死了10几个病人，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琳达宣称，所有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吃太多了，所以在1908年，他还出版了一本进食治疗疾病的书，里面提到，想要真正的获得健康，必须要定期让消化系统休息。为此，琳达在荒郊野外创建了一个疗养院，病人们在那里被集体禁食，一禁就是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他们偶尔被允许喝点番茄汤或者一小勺橙汁，另外，他们还要在浴缸里面接受长达数小时的灌肠。听上去这哪像是治疗，完全是虐待狂的行为。果然，数十位患者在琳达的照顾下全部去世。反对者指责他们都是死于饥饿的，琳达就是凶手。但是琳达死不承认，声称他们都是死于未公开的某种癌症。而且更令人无语的是，还有一些幸存下来的患者还在替他宣传，真的让人不敢相信，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早期洗脑的案例了吧。在琳达的医学生涯当中，他一共写过3本书，都是在吹嘘自己的治疗方法有多么的神奇，能够清除体内的所有毒素，简直是灵丹妙药。后来有一对有钱的英国姐妹听信了他的谗言，住进了这个疗养院。但是眼看着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差，其中姐姐偷偷联系了家人，然而等待救援期间，妹妹已经饿死了，体重还不到45斤。在1912年的时候，琳达被判过失杀人罪，但可恨的是，她服刑2年后就获释了。不过天道好轮回，在1938年的时候，琳达自己也开始尝试进食治疗法，最终死于了饥饿。其实，在20世纪60、70年代，许多研究人员都热衷于进食来治疗肥胖的病例，为此还发表了一项结果，指出长期进食可能是治疗严重肥胖的有效方法。有一名患者成功坚持进食了117天，还有几名患者也坚持进食了200多天，但是有人在恢复进食后就立刻去世了。因此，在安格斯禁食结束之后，医生们大多放弃了这一治疗方法。长期进食，身体通过燃烧脂肪和肌肉，体内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惨剧，实在是不可取。虽然安格斯能够坚持这么多天，但他体内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没有人知道器官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人体的极限又在哪里。不管怎么样，这些案例只能表明人体的极限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安格斯的382天禁食过程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禁食案例。当然了，小伙伴们不要误会，这不是在鼓吹这种极端的减肥方法，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而且是只适用于安格斯一个人的减肥方法。大家不要忘记了一个大前提，安格斯进食前可是严重肥胖，所以他的身体比普通人更容易为进食和燃烧脂肪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身体消耗掉体内的脂肪储备，他也必须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不然如何维持各种器官的正常运作呢？所以，就咱们正常体重的人来说，长时间进食根本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这不仅会导致许多并发症，包括心力衰竭，而且后期再怎么补也很难再补回来了。所以各位想减肥的小伙伴们，不是说看了某个博主发了前后对比的照片，不考虑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就能够直接冲的。如今间歇性进食的概念很火，简单的来说就是把24小时拆分，在规定的16个小时内进食，剩下的8个小时则正常饮食。在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指出，间歇性进食可以帮助身体修复损伤，而不会进入饥饿状态，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好处，比如减肥、改善胰岛素抗体、降低心脏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但是对此的科学依据还有待考证，毕竟它是否能够长期可持续性进行下去仍然是未知的。因此，在尝试某种减肥方法之前，一定要三思，最好是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那在如今，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有许多人嚷嚷着要减肥，甚至还有人出现了身材焦虑，不惜以牺牲健康的代价来减肥，但这样只会带来无尽的痛苦。想要科学减肥，切勿跟风。说到底，如果能够调整健康的饮食方式，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想必也不会胖到哪儿去吧。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减肥，小伙伴们有什么经历，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做得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在20世纪的50、60年代，数以千计的孕妇无故流产。更可怕的是，1万多名儿童出生的时候患有一系列的严重畸形，而这次的医疗丑闻却是由人类的无知而犯下的错。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给大家讲一起上世纪群体错误用药而导致的事件。直至今日，药物的受害者回想起当年的事故还是耿耿于怀，有人甚至怀疑这是政府为了清除人类而犯下的阴谋。那么引发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呢？在1956年的7月，西德的医疗当局批准了一种名为沙利度胺的药物，患者不需要处方，
就能获得这种药效超群的镇静剂。很快，人们将其用于治疗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肺炎、感冒和各种流感，尤其是针对孕吐有非常强的奇效，所以许多孕妇都会首选此药。沙利度胺是由德国一家小型药物公司格朗塔尔开发的。该公司在2战后一直致力于满足市场对抗生素的迫切需求，而这次沙利度胺的开发计划负责人正是化学家海因里希·穆克特。他是著名的纳粹战犯，有大量研究和生产抗斑症伤寒疫苗的经验。在1957年的1月，格朗塔尔公司开始给沙利度胺打广告，广告词是：想要克服安眠药滥用，只需要服用1到2片沙利度胺。于是许多人就开始服用此药来缓解压力和焦虑。逐渐的，消费者都接受了这种药效良好的助眠剂。战后的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快速转型和冷战分裂，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市场上缺少同类产品的竞争，沙利度胺迅速成为了该国最大的镇静剂，可以说是一家独大。在几年之内，格朗塔尔授权了14家制药公司，在全球的46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始销售沙利度胺。自然而然的，格朗塔尔公司也开始飘了。由于该公司在小白鼠身上进行了标准毒性测试，因此认为即使是非常高剂量的药物对人类也是无害的，所以在没有任何人体研究的数据情况之下，该公司的广告依然广而告之。沙利度胺完全适用于孕妇以及哺乳期的母亲，不会对母亲或者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使用沙利度胺来治疗孕吐的疗法也逐渐在西德的医生和孕妇当中流传开来。同年的10月是沙利度胺进入德国市场的第3年。神经学家拉尔夫和霍斯特听说几名服用沙利度胺的患者都不约而同地抱怨手脚麻木以及各种神经炎症引起的疼痛，于是他们在1960年德国神经学学会会议上报告了与沙利度胺相关的神经炎症病例。与此同时，苏格兰特里夫有一名全科医生名叫亚历山大·弗罗伦斯，他公开质疑了沙利度胺的副作用。在1960年的12月31日，他给英国权威的医学周刊 BMJ 写了一封投诉信。他报告说自己有4个病人在服用沙利度胺后，手脚出现了严重异常的感觉，类似于针刺的麻木感或是灼烧感。随后，沙利度胺被要求划分成处方药。最初，格朗塔尔公司强烈否认这一指责，服用沙利度胺后生下畸形儿童都是上帝的旨意，不可能是药物的影响。自1960年底以来，西德的新生儿畸形率迅速增加。在短短的10个月里，克雷菲尔德市儿童诊所就观察到13例畸形病例，但是并不能确定真正的原因。有医生假定这是一种未知的毒性因素，一时间流言四起，许多民众都猜测这是核武器试验造成的影响。因为在当时，公众和医学界反对强制报告新生儿畸形，原因是可怕的 T4行动。那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这个 T4行动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大屠杀的另外一种委婉的说法。在1940年至1941年间，德国有系统地谋杀了7万多名有身体、神经和情感残疾的人，这些人被认为不值得的生命，只能被执行安乐死。据统计，到1945年，已有超过20万人因此而丧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德日益严重的婴儿畸形情况遭到了公众的回避，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根据沙利度胺受害者联邦协会的信息，全球大约有5000名沙利度胺受害儿童出生。据统计，在孕期使用沙利度胺的总人数超过了1万人，其中4000例发生在德国，其中约40%的婴儿是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剩下的都是有肢体、眼睛、泌尿道和心脏缺陷的幸存者。而且畸形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母亲服用沙利度胺的时机，在怀胎第20天服用此药物会造成胎儿中枢神经损害，第21天会损害眼睛，第22天会发生耳部和面部损伤，第24天会发生四肢损伤。在怀胎42天服用后，沙利度胺则不会对胎儿造成损伤。然而这对于孕妇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的，他们信赖的防孕吐药竟然会害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大量的畸形婴儿报告的出现，才让人们开始意识到沙利度胺会对孕妇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在1961年的10月26日，格朗塔尔公司终于迫于压力停止了沙利度胺的全国分销，其他国家的经销商也陆续撤掉了沙利度胺。直到1962年，这种药在大多数国家都被禁止了，香饽饽一下子变成了弃儿。然而不知不觉当中，沙利度胺已经上市5年多了，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深受其害。在这次的医疗灾难当中，有许多国家的孕妇都中了招，他们分别来自德国、英国、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美国顺利地逃过了一劫，这一切都要感谢著名的药理学家弗朗西斯。在1960年的时候，弗朗西斯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聘用，他在 FDA 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审查药物沙利度胺作为镇静剂和止痛药的申请。尽管这个药物在当时被20多个国家获得批准，但弗朗西斯拒绝批准申请，坚持要求全面进行测试，必须提供出显示该药物对胎儿无害的数据。马里昂制药公司对此很恼火，每个国家都顺利批准了，唯独到美国这里就卡壳了。因此弗朗西斯频繁被施加压力，但他依然担心安全性，不为所动。
最终，当证明沙利度胺会导致婴儿畸形时，无形之中，弗朗西斯挽救了多少个美国家庭，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所以在1962年的8月7日，弗朗西斯被约翰·肯尼迪授予了联邦文职人员总统奖，成为第2位获得此殊荣的女性。说了这么多沙利度胺的曲折发展史，罪魁祸首要追溯到格朗塔尔公司。在1968年，德国开启了一项大型刑事审判，指控了几名格朗塔尔公司的高管犯有过失杀人和伤害罪。在1970年的4月，格朗塔尔公司才与受害者达成和解。作为和解的一部分条件，该公司向一个特殊的基金会支付了1亿马克，德国政府则增加了3.2亿马克。在2012年，格朗塔尔公司的 CEO 哈拉尔登在一座青铜雕像揭幕时发表了迟到了50多年的道歉声明。该雕像象征的因沙利度胺而出生时没有四肢的孩子，这是事发以来首次谈及沙利度胺并正式道歉。在当时，大约有6000名的幸存者纷纷批评该公司的道歉太迟，缺乏真诚，对他们来说又是一种侮辱。从头到尾，最无辜的还是那些受害者以及家属。那么可能有小伙伴们和正正一样，很关心当年那些幸存下来的婴儿，他们的生活还好吗？据了解，事发后许多国家就做出了一系列的道歉或者赔偿计划，比如英国向幸存者做出了全国性的道歉和赔偿，加拿大也将政府赔偿金翻了1倍，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回应却让人们心寒，他从未公开承认存在不当行为、道歉或设立任何赔偿计划。当年沙利度胺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澳大利亚并没有进行媒体宣传，警告孕妇极其危险，也没有彻底将其从手术室和药店中清除，一切都处理得不紧不慢。56岁的丽莎·麦克马纳斯就是一名澳大利亚的沙利度胺幸存者，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在游说国会议员，督促政府做出全国性的道歉。丽莎坦言，幸存者的生活真的很艰难，小的时候根本不愿意出门，在走出去的那一刻自己就会被嘲笑，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被看成怪物真的是不好受。除了心理上的压力，他们还要遭受身体上的折磨，一走路就浑身疼痛。每一天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数个挑战，有的时候只是起床就已经很艰难了，足以打破美好的一天。丽莎称自己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要大个20-30岁，这也是幸存者都逃不过的早衰情况。虽然头脑很活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能动，什么都干不了。更可怕的是，身体恶化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2周前，丽莎还能签自己的姓名，在2周之后，她已经拿不住笔了。还有一名幸存者名叫崔西·杰克逊，多年以来，他长时间因残疾被欺凌，所以为了缓解这种痛苦，他开始用脚画画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仅如此，他还鼓起勇气，开始在各大学校进行反欺凌的演讲，直面自己那段被盯着、被嘲笑的日子。崔西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得到全国性的道歉，这对于幸存者及其家属来说意义非凡。丽莎和崔西的母亲都还健在，年事已高，生下他们之后，2位母亲都无比内疚，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丽莎的母亲回忆道，自己当时只吃了2片沙利度胺，当听说了这个药物安全性的警告后，自己失声痛哭。一直以来，做母亲的都很担心，如果他们离世，政府会照顾自己的孩子吗？好在澳大利亚的幸存者赢得了战斗，政府表示将帮助幸存者更新轮椅和助听器，以及改装汽车和浴室，致力于改善幸存者们的生活。一些幸存者也从制药公司那里获得了一笔款项，但还是有许多人并不愿意和解。看来幸存者们并没有实现全面胜利。通过这起悲惨的医疗灾难，也成为了药物监测和监管监督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许多国家制定了更严格的药物管制规则。由此看来，药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广泛使用前需要花费无数研究者的心血，一旦投入使用后又要经过无数患者的检验。而人类对于沙利度胺的认识就是经历了许多风波，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医学家们又发现了沙利度胺可以用于治疗麻风病和多发性骨髓瘤，当然了，它能再次得到人们的认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毕竟有了这么严重的黑历史，科学家们多次进行不良反应的检测，才安心让它东山再起，为人们所用。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沙利度胺事件无疑是给全世界都敲响了重视药物安全性的警钟。在日常生活中，小伙伴们也要切记，不能忽略药品的不良反应，一定要安全用药。那小伙伴们对于今天的这个视频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提到卖人肉，恐怕有不少小伙伴会想到《水浒传》中的孙二娘，她在十字坡卖的可是人肉包子。不过文学作品毕竟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样的黑店呢？还真别说，在20世纪初的德国，就有一家肉店非常的可疑。当地居民推测里面的肉来路不明，恐怕都是出自于店主的受害者，而且他还明目张胆的卖。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又有什么故事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人肉摊的来龙去脉吧。这位卖肉的店主名字叫做格奥尔格·卡尔·格罗斯曼，
关于他童年的信息很少。在1863年的12月13日，出生于德国的诺鲁平。长大后的他性格暴躁，生活堕落，犯罪记录比比皆是。格奥尔格是个天生的虐待狂，曾经他因为强奸并虐待了一名女性被判入狱15年。他被关进监狱后不久，这名女性就舍恨离世。出狱后的格奥尔格依然很变态，他甚至会与动物发生性行为。后来他混迹于柏林贫民窟，也当过一阵子屠夫，但他骨子里更喜欢偷懒，于是在街上当乞丐。一天的乞讨生活结束后，他就拿着讨来的钱去红灯区找最便宜的妓女寻欢作乐。日复一日，格奥尔格越来越沉落，几乎要跌到谷底了。不过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来袭，格奥尔格被征召入伍。因为受到了军事征兵记录的保护，他成功的在贫民窟楼上租了一套公寓。然而那里靠近铁路的终点站，生活环境很肮脏。其实格奥尔格整个人看上去阴森神秘，给人的印象很差，因此邻居们都很讨厌他。但对于格奥尔格来说，只要有妓女和酒精就行了，其他的一切他都漠不关心。况且他每次都能按时交房租，房东自然也就不管不顾了。每天晚上，格奥尔格都喝得醉醺醺的，跌跌撞撞的回家，身边通常还搂着一个妓女。此时战争打响，经济萧条，粮食短缺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不过不知道怎么的，格奥尔格却搞来了新鲜的肉，拿到街上或黑市上售卖，供应还相当的稳定。由于生意很好，格奥尔格又在火车外面搞了个热狗摊。与此同时，他的许多邻居正在挨饿。对于格奥尔格蒸蒸日上的生意，邻居们很是怀疑，一个整天混迹于酒馆妓女之间的人，怎么会有稳定的肉供应呢？事实证明，邻居们的担心是正确的。这些肉并不是出自于屠宰场，而是来自格奥尔格的受害者。这些都是跟着他进入公寓的年轻女性，对受害者都实施了侵犯，无一例外。加上他是个天生的虐待狂，在谋杀之前，受害者们都经历了想象不到的折磨、殴打、谩骂，被当成畜生一样的对待。最后，格奥尔格把他们都一一肢解了，能卖钱的肉都放在了肉摊上，蒙混过关。天知道还有多少不知情的顾客误吃了人肉。格奥尔格对此还沾沾自喜，没想到给自己找了一个赚钱的好路子。他渴望金钱和女人，这样一来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的贪婪。通常格奥尔格会在火车站闲逛，在那里他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年轻女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刚从农村来柏林的，打算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这些年轻女性在柏林无依无靠，很容易就轻信别人，落入坏人之手。比如格奥尔格，据说有超过50名这样的年轻女性被引诱到他的公寓之中，在那里他们遭到了惨绝人寰的虐待。这么多女性受害，难道邻居们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其中有一个细节，在格奥尔格的公寓前面有个单独的出入口，一般邻居是不会经过这里的，除非有意为之。而且这个人平时也惹人嫌，更没有人愿意在他家门口拜访了。邻居们确实一直会听到格奥尔格的公寓里传来尖叫声，但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可能是这个男人在发酒疯。而且在那个时候，贫民窟的人关心自己的温饱问题还来不及，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管别人，因此格奥尔格浑水摸鱼，趁机疯狂犯罪。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柏林附近开始出现数十具被肢解的尸体，有人还在安德烈亚斯广场附近的运河中发现了大量的人体遗骸。警方调查后宣布了，该地区有一名连环杀手正在逍遥法外。在1921年的8月，邻居们听到了格奥尔格的公寓里传来了悲惨的尖叫声以及砰砰的撞击声，紧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想起附近有连环杀手出没的新闻，格奥尔格就是个很可疑的对象了，所以邻居选择了报警。当警察冲进格奥尔格的公寓后，果然在他的床上发现了一名女性的尸体，看上去刚被谋杀不久，像是在等待屠宰的畜生一样被捆了起来。警方二话没说就逮捕了格奥尔格，并指控他一级谋杀罪。根据邻居反映，格奥尔格的公寓里面经常会有不同的年轻女性到访，大部分人都只看见他们进去，很少有看见他们出来的，真的让人匪夷所思。格奥尔格表示，具体有多少受害者自己也数不清了。警方在他的公寓里面只发现了最后一名受害者的尸体，根据公寓里面的血迹表明，最近几周至少还有其他3个人被谋杀，但遗体不知所踪，显然已经被格奥尔格处理掉了。人们再联想到他的肉摊，不禁细思极恐。平时不务正业的人哪来这么稳定的肉资源呢？受害者身上能卖掉的肉肯定都拿去卖了，其余的骨头或不可食用的部分都被扔到了附近的运河里面。这样处理遗体的方式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后来格奥尔格承认了20起谋杀案，而调查人员认为他的受害者人数可能高达50到100人，最终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执行之前，也就是1922年的7月5日，格奥尔格在监狱上吊自杀了。到死，警方都没有了解到详细的犯罪过程和作案动机。然而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案件还并非个例，在发现格奥尔格犯罪生涯的同一时期，德国还有一个连环杀手正在肆无忌惮地作案，他的名字叫做卡尔登克。他不是酒鬼，也不是瘾君子，是社区里小有名气的房东，深受租客们的欢迎。然而从1921年开始，
卡尔就开始向乞丐、流浪汉、临时工等不起眼的人下手。直到1924年的12月21日，卡尔的一个租客名叫加布里埃尔，是个车夫。他听到卡尔的房间里传来呼叫声，由于担心房东的安危，加布里埃尔立刻跑下去查看。没想到他发现了一个年轻人倒在了走廊上，鲜血从他的头皮中不停地喷涌而出。在失去意识之前，好不容易憋出个卡尔这个名字，原来是卡尔用斧头袭击了他。加布里埃尔果断报了警，这才结束了他的黑暗统治。根据警方调查，大约有30名受害者死于卡尔之手。在他的公寓里面有12个临时工匠的身份证，以及大小不一的男装。厨房里面还有几个大盆，里面装满了用盐水腌过的人肉，还有各式各样的骨头，一碗琥珀色的脂肪。在发现肉块的盆子里面还有一个装满骨头的桶，保守估计里面至少有40多块人类头骨的部位。公寓后面的池塘里面还有半条人腿，更远处的森林里面还散落了许多骨骼碎片。除此之外，卡尔还有个账本，里面列出了部分姓名和日期，以及人肉的重量。更让人作呕的是，卡尔从政府官员里面搞来了许可证，挨家挨户的出售肉。许多租客都表示自己收到过卡尔送的肉，本以为是好心，怕他们挨饿，没想到这是他处理尸体的一种方式。在当时，每一块肉都弥足珍贵，根本不怕卖不掉。奇怪的是，卡尔与这些人都无冤无仇，不为财不为色，他为何要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呢？不过一切的猜测都是徒劳的，因为卡尔和格奥格一样，他并没有交代自己的犯罪动机，在被逮捕后不久，在监狱里就上吊自杀了。一个摆摊卖人肉，一个腌制人肉，这两个非同寻常的连环杀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过由于他们过早的自杀了，关于谋杀案的细节都少得可怜，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哪个城市会想因为食人者的文明而出名的。战争席卷带来了经济问题，再加上天灾人祸，如果一个国家发现严重的饥荒，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贩卖人肉恐怕会成为黑市兴旺的产业吧。一般来说，家底殷实的国家很少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对于那些贫穷困苦的国家，可能是摆着明面上的常态了。根据一些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我们有幸能够翻阅一些骇人听闻的历史，感悟人性里残忍的一面。你看不到黑暗，但不代表黑暗不存在。没办法，求生是本能，在生存面前，人性的底线只会一降再降。放在现在，这些情节恐怕只会在影视作品中出现，而且还是限制级的。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3个恐怖女人，一个十分魅惑，一个人畜无害，还有一个十分高冷。如果让你选，你最喜欢哪一个呢？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又到了1周1次的 SCP 时光。上期视频提到的汽笛人，其实他并不是 SCP， 所以再一次强调一下，本期就给大家带来一期特别点的 SCP， 俗称女性专场。这里并不是说只能女生观看的视频，而是本期介绍的都是女性 SCP 项目，所以各位绅士们，看之前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首先最著名的女性项目是 SCP-166， 她中等身高，身材苗条，医学和生理学分析表明与正常人类存在一点差异，比如头发生长的速度特别快，每月约长20厘米，容易被空气中的烟雾和气溶胶损害，诱发类似于急性哮喘发作的症状。它通常没有什么危害，所以被收容在一个略为安全的环境下，居住在一间 B 级房间。一般情况下，只要给他书籍、电视、宗教材料和艺术品，他都愿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作为认真配合的回报， SCP-166 被允许离开收容房间，但是每个月只能1次，到邻近的无人岛进行户外活动。在这些情况下，应遵守 19A 限制释放协议，并增加了限制，就是在运输过程中不得在 SCP-166 的500米范围内允许任何男性人员出现，并且在他逗留无人岛期间不得允许与任何男性人员进入该岛。是不是一个非常傲娇的生物呢？ SCP-166 通常喜欢一丝不挂，不过在被要求的时候还是会穿上衣服的，因为即使是最轻柔的衣服，它穿上后45分钟之内也会引起褥疮。因此 SCP-166 的服装和床上用品都是用长绒棉制成的，而且每周得更换1次。而它的饮食方面也很奇怪，竟然只需要每周喝1毫升的精液。对此 SCP 基金会已经与当地的精子库联系了，任何时候都必须至少有1名女性工作人员留在相邻的观察室，并且严禁男性人员观看或出现在 SCP-166 的附近。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意外暴露的风险， SCP-166 收容房间内所有的摄像机和窗户都要用半透明的镜子，至少 50% 的模糊度。任何关于 SCP-166 出现的照片证据均不得永久保存，所以流传的也只是这张照片。 SCP-166 因其对人类男性的异常影响而闻名。接受测试的男性与 SCP-166 的视觉接触后，所有男性都想立即进行性接触， 70% 的测试对象都不再冲动了，剩下 30%
识的男性会首先杀死或驱赶他们可见的所有人后试图杀死166，而试图杀死 SCP-166 的人将遭受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或癫痫发作，这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困扰。由于他从小生活在英格兰康沃尔的一个修道院，过着遵循贞操的修道院生活，所以他无法与任何人性男人之间有接触。而还有一个长得可爱的女性 SCP 是053，她其实上是一个小女孩，大约3岁，她具有基本的语言能力，和同龄人水平差不多，甚至在智商发育上还略高一筹。她的性格也非常开朗，很少感到沮丧，只有在一群人在场的时候才变得非常烦躁。如果有人与小女孩进行了眼神接触或者身体接触，甚至只是在 SCP-053 周围停留超过10分钟，那么她整个人都会变得不理智、偏执，想杀人。大多数人都会想攻击 SCP-053，但是无论对 SCP-053 进行怎么样的物理损坏，数秒内就是会自取灭亡。无论伤口多严重， SCP-053 几乎会立即再生，完好无损。大家还记得之前我讲过的 SCP-682 的那个大蜥蜴吗？这2个收容项目进行过一次单独的测试。当大蜥蜴被引进小女孩的收容区域后，大蜥蜴显得很困惑，并且没有受到小女孩的影响，反而小女孩似乎很害怕大蜥蜴，躲在一把椅子后面。大蜥蜴趴在地上，把头靠在地上一动不动。小女孩慢慢接触大蜥蜴，看她没有反应就轻轻拍她的头，还拥抱着她，开心地跳来跳去。在实验的剩余时间内，大蜥蜴只做出了2次低烈度的逃脱尝试。实验中还观察到小女孩把玩具分享给大蜥蜴，还用蜡笔在她前部的硬壳上画画，很亲近的样子。没想到大蜥蜴这么危险的生物，仿佛是被小女孩给驯服了。最后一个女性项目是 SCP-336， 她是一个皮肤很白的女性，身高为1.73米，体重68公斤，有阿拉伯或者中东的血统。她不需要睡眠或者饮食，而且似乎不受任何衰老或疾病的影响。和普通人类不同的是，她大腿和小腿处的皮肤就像爬虫类的鳞片。SCP-336 在对待人类方面表现得很冷漠、很内向，她的分析能力很强，在大多数智力测验中得分均在 95% 或以上，智商相当的高。当 SCP-336 使用镜子的时候，观察到他的态度有明显改善，没有这么冷漠了，看来是自恋型的，欣赏自己的盛世美人可以缓和心情。那些直接暴露在 SCP-336 声音里的人类会产生2种不同的效应，这取决于人体内基因组中 Y 染色体的存在。缺乏 Y 染色体并拥有健康生殖系统的测试者将经历无法解释的不孕症，这种症状持续时间各不同，但与暴露时间长短成正比。相反，拥有 Y 染色体的测试对象会有不同的影响，一般在测试对象暴露于 SCP-336 声音2到3小时后呈现出来，它会持续6到8个小时进入昏迷状态，以代替正常的睡觉时间。好了，本期就介绍这3个女性 SCP 项目，大家对这几个 SCP 有什么想法的，欢迎男同胞在评论区留言，看看你们最喜欢哪一个。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有想看别的内容的可以私信我，我会尽量安排上的。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啦。